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Functional Programming 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Currying。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简单的范例来理解它的概念。我们定义一个叫做 Multiply 的 function， 它会把输入的两个数字相乘。那实际要调用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去使用它。这是我们一般习惯的写法。那么如果我们把 Multiply 定义成这样呢？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要怎么去调用它。我们可以先传给 multiply 2，它就会 return 一个新的 function 给我们，然后我们再把3传给这个新的 function，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最后的结果6。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常见的用法，这边我们先传入2来 call 这个 function， 把它 return 的 function 存到一个变数里面，叫做 multiply by 2。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重复利用这个 function。如果我们传给它3，我们就会得到2乘3，也就是6。如果传给它4，就会得到8。这种不一次给全部的参数，而是只先传入一部分的参数，来得到一个新的 function 的使用方法，就叫做 partial application。接下来我们来使用 type signature 来分析一下 currying 是怎么运作的。熟悉跟理解这种 type 表示方式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不要跳过这一段。原本我们的 function 是拿两个数字来当做参数，然后 return 相乘之后的值，所以它的 type signature 是长这样的，拿两个数字 return 一个数字。那么经过 currying 之后，它就会变成这样。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拆解看看。如果我们先传入一个数字，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 function。那这个新的 function 它需要的参数也是一个数字。接下来我们再传入一个数字，就会得到最后的结果，也就是两个数字的乘积。所以使用 curry 过的 function 会有种你传给它一个值就减少了一个参数，也离最后的 return 值接近了一步的感觉。当然不只有数字可以当作参数。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有趣的范例。如果我们想写一个 filter function， 把一个 array 中符合某个条件的数字给取出来，比如说1、2、3、4、5、6中，我想要取出偶数，就是取出里面的246，那要怎么做呢？详细的实作细节我就先不提了。但假设我们已经有这个 function， 我们大概会这样子去使用它：先传入一个 function 当做筛选条件来取出偶数。再传入要套用这个 function 的 array， 这样它就会 return 246了。我们再来用 type signature 来分析看看这个 function 吧。如果是没有 curry 过的版本，大概是会长这样。它有两个参数，第一个是一个 function， 那第二个是一个 array， 最后它会回传另外一个 array。curry 之后的版本则是会变成这样，跟上一个范例是相同的逻辑。而一般常用的表达方式，我们会再把 function 展开来表示，变成这样。那要注意中间这个括号是不能拿掉的，因为意思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前面的两个范例都还只有两个参数而已，不过不管你有几个参数，都是可以转换成 curry 的版本的。例如这个 function 它有5个参数 ，A、B、C、D、E、F 都各代表一个 type， 那 curry 之后的 function 就会变成这样。那前面的例子中，一般的版本跟 curry 之后的版本，我们是要分开用不同的方法去定义的。我们是手动去定义这个 curry 版本的 function， 但是在某些语言中，像是 Haskell、PureScript 或是 F# 之类的 functional 语言中 ，currying 是自动完成的。例如，假设我用一般普通的方法定义了一个可以加总3个数字的 function。那不管你用这4种方式的其中哪一种去 call 这个 function， 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1加2加3，也就是6。也就是说，有3个参数的话，你可以一次传全部，也可以分几次做 partial application， 弹性非常的大。如果觉得目前为止的内容是有帮助的，记得一定要帮我点赞支持一下哦。所以 currying 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它在 FP 里面这么的重要？那我们一样直接来看一个非常常用的范例。假设我们有一个 create user 的 function， 它的功能就是把一个 user 存入资料库。
我们马上可以发现这个 function 使用到了外部的 database， 所以它不是一个 pure function。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写法，这一次我们把 database 变成一个参数了，并在调用 function 的时候才把 database 传进去，所以这个 function 就变成一个 pure function 了吗？等等，这个 function 一样是在存取资料库啊，那为什么把 database 变成参数就瞬间变 pure 了呢？可能有些人会产生这个疑问。没错，严格上来说并不能保证这个 function 是 pure function。如果我们传给它的 database 是真的 database， 那它就会产生 side effect， 因为它会去修改这个 database。但如果我们传给它一个像这样的假 database， 它就不会产生 side effect。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定义 function 的时候就确保它是不是 pure function。这种不能保证是不是 pure function 的问题，在像 Haskell 这种语言中是透过更严格的 type system 去解决的。不过这超出这次影片的范围，所以我就先不说明了。总之，严格来说，这个 function 并不算是一个 pure function 哦。不过至少使用这种方式，我们是可以传入假资料库进行单元测试的，所以是比原本的写法还要好一点。好，终于来到正题了。那 currying 在这边到底有什么用？我们来看一个更复杂一点的例子。这个 function 除了要使用 database 之外，还要使用 logger。在调用的时候，我们会这样使用。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我们要使用的时候，都必须传入 database 跟 logger， 使用起来有一点不方便。如果你使用的语言是有自动 currying 的功能的，就可以像这样直接使用，先把 database 跟 logger 传进去。那如果大家熟悉 OOP， 其实就跟 dependency injection 是很像的概念。那之后我们要使用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就只需要 user 这一个参数就好了。当然，这是必须要有 currying 功能的语言才能够这样使用。那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像这样手动去定义一个 curry 版本的 function。如果是有自动 currying 功能的语言，就使用像这样一般的定义方式，就可以直接支援 partial application 了。那么因为 functional programming 这个 paradigm 基本上就是把许多简单的小 functions 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更复杂的逻辑。所以有 currying 这个功能，就会让使用上有非常多的弹性跟变化。对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花时间去熟悉一下这种思考方式。那之后的系列中，我也会继续介绍 functor、monad 等等的概念。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这种影片，记得要订阅、按赞支持一下，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